和谈或许失败，普京坚持不妥协，泽连斯基也拒绝割地，战况究竟会如何发展？欧洲留了后手，为乌克兰制定 B 计划援助，对俄加大制裁。莫斯科突发爆炸，俄关键铁路被切断，5天4级，乌军突袭车臣，联邦安全局大楼起火。日本组建宇宙作战集团，连夜赶工修筑岛屿堡垒。美军要造30万架无人机，蜂群战术即将上线。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美国的特使最近忙得不可开交，只可惜没有什么意义。看似热闹的外交穿梭背后，掺杂着太多复杂因素。普京态度强硬，毫不妥协；泽连斯基的红线寸步不让，双方已经陷入僵局。这场战争的走向究竟会如何？现在的国际局势比好莱坞大片还要精彩。美国特使史蒂夫·韦特科夫刚刚在莫斯科跟普京聊了近5个小时，转身就飞回了美国，准备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跟乌克兰代表团接着聊。特朗普对美俄会谈的评价是还算不错，不过关于这次的会谈结果，特朗普表示无法告知。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普京态度很强硬，在结束战争的问题上没有妥协。乌克兰这边的态度更是坚决。外交部长西比亚直接开喷，说普京这是在浪费世界的时间。看双方僵持的样子，和谈或许要失败了。乌克兰现在的底线非常明确，不割地，不撤退，不投降，军队规模也不能受限制。想让乌克兰签一份没有安全保障的投降书，门都没有。另一边，俄罗斯在没有实现目标之前，也不会轻易同意停火。战争打了快4年，伤亡惨重。如果最后签了个协议，让乌克兰保留了精锐部队，还拿到了美欧更先进的武器，未来比俄罗斯发展更好，那这仗不是白打了吗？这比彻底战败还让普京难受。所以俄罗斯现在是骑虎难下，想停都停不下来。现在的局面其实是美欧最初的里根战略出了点岔子。原本拜登和欧洲的想法是通过消耗战和制裁，让俄罗斯内部像苏联那样崩溃，然后再扶持一个更小的俄罗斯。只要俄罗斯崩了，乌克兰回到1991年的边界，那是分分钟的事。可惜天不遂人愿，由于特朗普的上位，拜登的战略没能延续。俄罗斯虽然被放了不少血，但愣是靠着卖能源和战时经济活过来了，还成功拉拢了特朗普。火力军只希望欧洲能尽快醒悟。特朗普认定欧洲无法竭尽全力援助乌克兰，才有了美俄联手这回事，并向乌克兰施压，逼迫其投降。但乌克兰也明白问题在哪里，如果欧洲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乌克兰就必须尽可能拖延谈判，为欧洲争取时间，把那些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转过来，并且提升欧洲的军备产能，支持乌克兰军事工业。只要撑过这段时间，路子谁守还真不一定。和谈看样子已经失败，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欧洲对此做了2手准备，正准备为乌克兰制定 B 计划。这个计划简单粗暴，核心逻辑就一条：加倍下注。既然美国不掏钱，那欧洲就自己掏；既然美国不给枪，那欧洲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加强经济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搞更狠的制裁。加倍下注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豹二，风暴阴影运过去，能给俄罗斯制造不少麻烦，让俄军推进的速度慢一点，流的血多一点，为乌克兰争取更多的时间，甚至是反攻。源源不断的北约先进武器进场，俄罗斯想在短期内消化战果，结束战争，那是不可能的。目的就是把俄罗斯拖在泥潭里，让普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成倍的代价，直到俄罗斯自己受不了为止。即使战争结束，欧洲也不会放松警惕，在边境线上时刻准备跟着俄军练练手。战场之上，现在的俄军后方已经不太平了，可以说是处处漏风。莫斯科接连发生爆炸，车臣也遭遇袭击。首先是莫斯科，诺尔报告爆料，莫斯科东部的拉缅斯基区突发爆炸，前后传出3起巨响，紧接着就是大面积停电。从社交媒体上的画面看，周围陷入一片漆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全城搞灯光管制，实际上是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端了。虽然俄罗斯官方还是老一套，否认遭遇袭击，但事实是不会骗人的。除了电力被攻击，俄罗斯的铁路也被袭击了。乌克兰已经找到了新的制胜关键，那就是打击俄罗斯的铁路网。新西伯利亚的巴里绍沃镇发生爆炸，乌克兰特工破坏了当地的铁轨，直接导致俄军的货运列车停运。不仅如此，布良斯克的乌涅恰火车站也被点燃，俄军一辆运载燃料的列车被袭击，2个油罐瞬间成了大号烟花。俄罗斯这地方太大，物资运输全靠铁路，铁路一断，前线的坦克就得趴窝，大炮就得哑火。俄罗斯铁路公司已经快撑不住了，向克宫请求紧急财政援助，说是预算出现了2000亿卢布的大窟窿。
但现在莫斯科也是自身难保，兜里比脸还干净。更让普京面子上挂不住的是车臣老家被端了。乌克兰突袭了车臣的俄安全局办公楼，大楼被烧得漆黑，2名 FSB 的特工当场挂彩。这可是特务头子的老巢，结果让人家乌克兰特工如入无人之境。最近这段时间，乌军对车臣的攻势相当密集，短短5天内就打击了4个目标，包括卡德罗夫引以为傲的摩托化团驻地，还有第291摩托化团的驻地，甚至是古吉尔梅斯区的车臣内务部全都挨炸了。以前我们在短视频里看车臣部队，那都是个顶个的装备精良，对着空气疯狂输出。现在好了，乌克兰直接把战火烧到了他们老家，让他们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不过这帮网红兵现在估计也没心思拍视频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乌克兰政坛还出了个硬汉，前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已经正式加入乌军地面部队，并且已经开始对俄作战。之前外界对他有不少风言风语，称他是贪污分子，但伊尔马克这次用行动回应了质疑，直接说要用热血证明清白。火力军觉得，就凭敢在这个时候脱下西装换军装，直接奔赴前线去跟俄军拼命，这一点就值得敬佩。敢问有几个官员敢拿自己的命去赌？这波操作属实是硬气。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属于实打实的损失，欧洲则是软杀伤。这几天，欧盟内部为了怎么用俄罗斯的冻结资产吵得不可开交。欧盟打算提出一项法律提案，打算把冻结在欧洲的俄罗斯资产拿出来给乌克兰用。这笔钱的名目叫赔偿贷款，意思就是先把俄罗斯被冻结的央行资金当作抵押或者利息来源，借钱给乌克兰。简单来说，就是拿俄罗斯的钱去帮乌克兰打俄罗斯，而且这笔钱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赔偿金后才去偿还。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和副主席东布罗布夫斯基斯也是信心满满，准备在会议后直接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怎么解决乌克兰未来的财政需求。这看起来是个完美的计划，既打击了俄罗斯，又帮了乌克兰，还不花自己的钱，简直是一举三得。但就在大家准备举杯庆祝的时候，比利时跳出来掀桌子了。外长马克西姆直接表示不满，他说欧盟委员会的计划没有充分解决他们的担忧，虽然看起来很完美，但风险却让比利时一家担了，这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比利时反应这么大，还是因为欧洲大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都躺在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里，大概有1400亿欧元。如果动了这笔钱，俄罗斯以后要报复或者搞法律诉讼，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比利时。比利时首相德维佛更是直言说，这可能会导致比利时破产。另一边，匈牙利、斯洛伐克、奥地利、意大利这几个国家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看来这笔钱的最终结局还得有一番激烈的博弈。如果最后欧洲各国谈不拢，那就只能平摊，反正不能让乌克兰在2026年初失去资金。虽然前这方面还在扯皮，但在制裁俄能源命脉上，欧洲这回可是动真格了。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发表了联合声明，敲定了全面中断俄罗斯天然气的期限，最晚到2027年11月1日，全面禁止与俄罗斯签订新的长期天然气供应合同。这基本上就是下了逐客令。当然，欧洲也没有把事做绝，给现有的合同提供了过渡期，方便一些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可以完成转型。如果是2025年6月17日前签的短期合同，那么液化天然气的鉴定在2026年4月25日生效，管道气则是2026年6月17日生效。而且欧盟还要求各成员国提交一份天然气供应多元化计划，意思就是你得证明离了俄罗斯的天然气，你还有替代方案能活下去，可以逐步放弃俄罗斯能源。丹麦的能源部长阿加德称，这是整个欧洲在能源和安全领域的重大胜利。不止天然气，欧盟委员会还打算趁热打铁提出一个新提案，分阶段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就是要彻底切断和莫斯科的能源纽带。显而易见，欧盟这次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的下定决心了。无论如何要把俄罗斯的经济血管给掐断，这对于本就告急的俄罗斯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想靠卖油气赚外汇来打仗，恐怕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如此，欧洲还继续在给乌克兰资金援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布鲁塞尔上放了个大料，说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上，5个国家承诺提供近10亿美元的新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乌军购买武器。不止欧洲，在亚洲这边，日本也有新动向，直接把军事化推进到了宇宙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扩军的步子迈得非常大。最近，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视察了航空自卫队的基地，并且抛出了一个重磅计划，继续推进太空军事化。虽然小泉宣称太空是事关军事和民生的极重要领域，但实际上日本这是要搞大事情。共同社爆料说，日本计划在2026年度把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且现在的宇宙作战群要在2025年结束前升级为宇宙作战团，到了2026年再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这是实打实的扩编和升级。
小泉直言说要研发干扰或者瘫痪别国卫星的技术，还要搞保镖卫星，甚至要弄个日本版的星链，也就是低轨卫星星座。日本这样推进太空军事化，主要有3个算盘。首先是有个天眼系统，可以用卫星盯着别国的一举一动，给自己的导弹指路。其次是给海外出兵做保障，毕竟通信、导航全得靠卫星。最后是想搞反导预警，防着别人的导弹。这要是成功了，以后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就可以跟美国太空军合作了，不仅一起进行联合演习、联合作战，甚至未来造出类似 X-37B 那种空天飞机也不是不可能。虽然没有高达，但这配置也是奔着星球大战去的。不仅在太空忙活，在地面上日本也没停着。日本自卫队在安美大岛和马毛岛的基地已经初具规模了，特别是马毛岛，为了赶工期，那是周末不休，夜间不停。不仅准备在上面修一条2000米的跑道，还要修建能停大型护卫舰的港口。这2个岛的位置相当关键，安美大岛在冲绳北边，马毛岛扼守大隅海峡，这都是日本海上防御线的关键节点。日本在这儿修基地，还要让美军航母舰载机来训练，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把西南诸岛变成一个刺猬一样的堡垒群。现在日本政府正在以自主防卫的名义激进地加强军事实力，更多的还在后面。一个武装到牙齿甚至武装到太空的日本，绝对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如果说现在的战争是拼人命，那未来的战争就是拼数量。美国军方最近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人机蜂群作战的重要性。美国陆军部最近搞了个大动作，要求工业界提供信息，评估一下能不能快速廉价的生产超过30万架无人机。这是为了落实特朗普签的行政命令，叫释放美国无人机优势。这个行动的推手是赫格塞斯，他在7月份就发了个备忘录，详细阐述了怎么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赫格塞斯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又贵又慢的军工采购模式。以前美军买个东西特别麻烦，流程长而且价格贵，现在时代变了，美国也需要与时俱进，让技术跨越式发展，用商业公司的力量造那种便宜、好用、量大管饱的无人机。他认为第一步是要给部队改革，把那些阻碍使用无人机的烂规矩都废了，权力下放给指挥官。第二步就是启动工业产能，把价格打下来，让军队能买得起、用得起。这个无人机优势计划总共要砸10亿美元，钱就从特朗普宏伟法案里出。具体的玩法也很新颖，分成4个阶段，像闯关游戏一样。第一阶段是挑战阶段，从2026年2月开始找12家供应商，先造3万架，每架成本控制在5000美元以内。接下来的3轮就是优胜劣汰，供应商从12家砍到5家，但订单量从3万猛增到15万。最狠的是单价要从5000美元压到2300美元，2300美元一架军用无人机，在美国军工体系里这就是白菜价。赫格塞斯说得很直白，我们不能再用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无人机了，这是一个廉价一次性战场无人机的时代，美军必须跟上节奏。他表示要在2026年交付数万架，2027年交付数10万架，到时候美军就能在战场上撒出漫天遍野的无人机蜂群，那场面想想都觉得刺激。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欧洲的 B 计划会对俄乌战场造成什么影响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